第83章撕破脸。我请丁兹吃饭的事情应该对上高那边造成了不小的冲击，因为上高深圳公司的总监周光华又打电话要请我吃饭。我想老周想干什么呢？大家都撕破脸了，这顿饭能吃出什么滋味来？我和高燕说这事儿，高燕道：吃啊，怎么不吃呢？周光华外号铁公鸡，他的饭最难吃到，现在他好不容易请你吃饭，你为啥不去？我嘿嘿的笑，觉得这的确是个杀人诛心的好时机，便赢了周光华，就在豪上豪。我还没有来得及把饭吃饱，周光华就问陈斌，你这个月干了40多万的业绩了？我抬头咧嘴，是啊，周总。周光华的脸色一下就变得难看了，明显是被我这自信给噎到了。然后他又说，陈斌，吹牛可不是好习惯啊。我说吹什么牛啊？业绩的事情能吹牛吗？这个东西又不是靠吹的，而是真金白银。我干了40多万业绩，就需要向公司交那么多钱的，难不成我吹牛说自己有40万多万业绩，回头数字不够，我自己还能掏钱补上去？我直接对着周光华哑口无言，他还是不能相信，就问陈斌，你凭什么做40万的业绩？就凭你的域名网站的单子，一个月干了40万，还是你们深圳公司现在就只有一个部门，所有的业绩都挂在你身上？我一笑，把最后一块牛排切好了放在了嘴里，抬头看向周光华，周总，这个我可能不方便说，因为这是商业的机密。我们现在两家公司是直接的竞争对手，虽然说上高是从博越分离出去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处的关系挺紧张，所以周光华脸一红，就直接跟我翻脸，陈斌，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在我面前你还装 X， 你装什么装？你那点本事都是从我这里学过去的。我一听周光华这么讲，就觉得好笑。我本来以为周光华这碗水很深，现在看来比我想象的要浅很多。他这么歇斯底里，恰恰说明现在他压力巨大。上高深圳公司的总监不好当啊，这里是上高科技的总部，如果深圳公司都干不过我们，他周光华的总监能当几天？周光华翻脸，我就笑，我说周总，如果这世界上的事情翻脸骂人都能解决问题，那就生意就太好做了，直接从农村里找几个会骂街的娘娘来，那不啥事都解决了。周光华见我不吃他这一套，他又耐心的坐下跟我讲，陈斌，你是个人才，你怎么就不开窍呢？现在博越深圳公司已经被你们那些脑残的高层给放弃了，你就是干得再好，那也是一枚弃子，你与其在博越当弃子，为什么不愿意来我上高，来我这一边？我保证给你安排的妥妥的，我可以安排你去下面市里干商务总监，来不来？我心想你骂人不行，又来利诱了，真的是变脸如翻书啊！这么精彩的场面，可惜高燕不在，他们两人才是真正的对头呢。我跟周光华讲，周总，如果我去上高早就去了，我既然没有决定去，那我肯定就是铁了心要在博越打出一片天地来。我干这么多业绩，真的没有针对您的意思，我尊敬您，只是不凑巧，可能您被误伤到了，那也没有办法的事情。要不您可以申请离开深圳，天下这么大，一线城市也有4个，您何必就一定要在深圳干？对你们上高来说，深圳是天子脚下，工作肯定不好干，您说是不是？周光华被我这番话给气乐了，他可是堂堂总监，要面子的人，我算个什么？我不过就是博越深圳公司的一个小经理而已，我的存在需要让周光华退避三舍。陈斌啊，陈斌，我这辈子也见过不少狂的人，但是像你这么狂我是第一次见。行，你这么牛是不是？我要用实际行动打垮你，不仅要打垮你，还要打垮你们深圳公司。我周光华干业务员的时候，你还是3好学生，我干业务经理的时候，你还在东莞讨饭，现在竟然在我面前人5人6，你他妈的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。周光华做不下去了，拂袖就走。我道，周总，您走得急，可千万别忘记买单啊。周光华真的是喷出一口老血，今天他请我吃顿饭，吃的赌心不说，还要破费。他已经酝酿回公司之后立刻召开经理会议，他要把心中的怒火在那个会上完全爆发出来。实际上现在深圳的局面的确让上高深圳公司丢面子，因为深圳博越在他们看来是一家垮掉的公司，8个商务经理只剩1个了，11个销工也只剩1个了，可是就是剩下这个商务经理和这一个销工硬是搞出了大事来。这个月博越深圳公司8部的业绩碾压了上高所有的部门，这让他们的脸没有地方搁。关键是博越8部和上高的1部和2部私底下都还有赌约，而且赌约高达上万的金额。上高如果这一输，深圳这个江湖他们怎么混得下去？我看着周光华气急败坏的遁走，心中没有一点恻隐之心。这就是商场，商场如战场，我们是对手，是敌人，那就要挖空心思，用尽手段的对敌。博越深圳公司要起来，要翻身，必须要踩在上高的头上才能起来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我回去之后把和周光华见面的情况给高燕做了汇报，高燕高兴的恨不得抱住我亲一口。实话讲，作为深圳公司的总监，他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，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，深圳公司打这么漂亮的仗，
我肯定是居功至伟的。陈斌，你的部门一下出了4个骁工，我这边至少能出1个骁工，这么算起来，我们1个月就晋升了5个骁工。按照马从敬的规矩，下个月我们就能够把部门扩充到7个了。高燕道，我说扩充部门的事情，我建议等年后，因为马上就是春节，这个时候大家都挣钱准备过年呢，我们手底下这么多兄弟姐妹，每个人都有钱回家过年，